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swath Damodaran 的投资估价。Aswath Damodaran 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在华尔街和全球学术界被公认为资产估值领域的权威学者。他长期专注于企业价值评估、公司金融以及投资管理的研究，其构建的估值框架与公开的行业数据库被全球各地的专业投资者和分析师广泛采用。投资估价是资本市场中一套系统厘清资产内在价值的工具指南。它从最基础的现金流折线模型出发，深入剖析了增长率、风险权重和企业生命周期对资产定价的决定性影响。这本书指明了一个核心事实：任何资产的价值都不是凭空捏造的数字游戏，价格在短期内由于市场情绪和流动性会频繁发生错位，但长期必然会向由基本面决定的内在价值收敛。认清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掌握理性的资产定价尺度。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剥离市场的偏见与噪音，看清数字背后的真实商业逻辑。评估一家企业的真实内在价值，必须将视线穿透账面利润的表象，聚焦于其运营活动真正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会计上报告的净利润，往往深受权责发生值和折旧摊销政策的影响，存在人为调整的空间。而真正能够决定资产价值的，是企业在维持正常运营并扣除所有必要资本支出之后，实际能够分派给资金提供者的净现金流。为了准确把握这一价值锚点，我们需要审视其严密的财务推导逻辑。以一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为例，在特定的财报周期内，该企业报告了非常可观的会计净利润，但若按照现金流的度量衡进行复核，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资产真相。我们以该公司的息税前利润作为起点，假设其营业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后的税前运营收益为10亿美元，在扣除 35% 的所得税后，企业留存的税后运营净利润为6亿5千万美元。然而，这6亿5千万美元并不能随意分配。在真实的商业竞争中，企业为了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和生产效率，必须不断进行资本资产的更新与升级。假设该企业当期的资本支出，也就是购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实际现金投入，高达4亿美元。尽管会计账面上计提的折旧费用只有1亿5千万美元，但折旧只是一项非现金的会计记账，而4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却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出。这就意味着，企业仅在固定资产更新这一项上，就产生了2亿5千万美元的现金净流出。与此同时，随着业务规模的变动，企业通常需要占用更多的流动资金，比如为了防止供应链断裂而增加的库存，或者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这些在财务上表现为营运资金的增加。假设该企业当期营运资金增加了5千万美元，这同样意味着有5千万美元的现金被沉淀在日常运营中，无法提取。现在，我们用6亿5千万美元的税后运营净利润，加上折旧的1亿5千万美元，再减去4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最后减去5千万美元的营运资金变动。最终的结果显示，该企业实际产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只有3亿5千万美元，远低于账面表现出的盈利规模。这就是现金流折线模型的价值锚定作用。它强迫投资者回到最基础的财务事实，用真正流入或流出银行账户的资金去衡量资产的含金量。任何不产生真实自由现金流的高利润，在资产定价的模型里，都只是缺乏支撑的数字幻觉。在确立了自由现金流这一基础锚点之后，估值模型面临的第二个硬性约束就是企业的增长率。在各种各样的商业计划书中，管理层往往习惯于随意预测未来10%甚至20%的长期高增长率。然而，
在严密的资产定价逻辑中，企业未来的预期增长率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凭空捏造的孤立参数。增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在底层直接受制于两个关键变量：企业的再投资率以及资本回报率。我们可以用一个标准的财务公式来还原这种内在的因果链条。企业的内生增长率等于再投资率乘以资本回报率。再投资率是指企业从税后运营利润中留存下来，用于资本支出和营运资金投入的比例。资本回报率则代表了企业每投入1元钱资本，能够创造出多少税后运营利润的效率指标。假设一家大型零售企业当前的资本回报率稳定在 15%， 如果这家企业希望在未来保持 6% 的年增长率，它必须将自身税后运营利润的 40% 留在公司内部进行再投资，剩下的 60% 才能作为自由现金流分派给投资者。增长的代价就是当前可分配现金流的缩减。如果管理层在没有改变运营效率的前提下，盲目将未来的增长率目标调高到 12%， 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将再投资率强行提升到 80%。这种做法会产生一个显著的副作用，由于绝大部分利润都被迫留存在公司内部去盖新的仓库，购买更多的商品货架，导致当期能够提供给投资者的自由现金流出现明显下降。在某些极端的案例中，如果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非常低下，甚至低于其自身的资本成本，那么企业每增加1分钱的再投资去追求增长，实际上都在加速毁灭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分析师不能在电子表格中随意更改一个增长率数字，而不同步调整再投资率或资本回报率。增长不是一份免费的午餐。如果一家公司声称它不需要投入任何新的资本，就能维持长期的业务扩张，或者声称它可以在资本回报率极低的行业里通过规模扩张创造出高额价值，这在估值系统中是完全不成立的。内生增长率与资本留存效率的深度绑定，构成了企业估值模型中第二道必须遵守的常识防线。当一个估值模型完成了对企业高增长阶段的现金流和再投资率的校正后，它将面临全书最关键也最容易出现数字魔术的参数限制，那就是中值计算。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现金流折线模型中，由于我们无法预测无限遥远的未来，通常会假设企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比如在第5年或第10年之后，将停止剧烈的波动，进入一个维持永续稳定增长的中值阶段。在数学公式上，这个中值等于高增长期末段的自由现金流除以资本成本与永续增长率的差额。因为这是一个无限期延续的数学模型，永续增长率这一参数的微小变动都会通过分母的杠杆效应对最终的内在价值产生颠覆性的放大或缩小。这导致许多估值搭建者为了迎合特定的高估值诉求，会有意无意地将永续增长率设定为 5%、6%甚至更高。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无法违背的宏观经济学硬性天花板，任何一家企业在进入稳定永续阶段后的增长率，在逻辑上都不可能超越其所处经济体的名义宏观增长率。这个名义增长率是由整个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加上长期通货膨胀率共同构成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时间轴推演，假设某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名义增长率长期处于 3% 到 4% 之间。如果分析师将某家公司的永续增长率长久地设定在 5%， 那么随着时间序列向无限远的未来延伸，这家公司的增长速度将持续快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在推导上，这就意味着若干年后，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将超越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这在现实商业世界中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最稳妥、最客观的限定方式就是将永续增长率的上限强制锁定在当时市场上的长期无风险利率。
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因为这一利率在长期运行中，其本身就是宏观经济实际增长率与通胀预期的天然锚定物。如果无风险利率处于 3.5%， 那么模型的永续增长率就不能超越 3.5%。这道中值的增长天花板强制性地为所有跨国巨头和明星企业的估值模型拉上了红线。它提醒每一位试图通过拉高远期参数来制造溢价的估值者，必须对宏观经济的长期边界保持足够的约束意识。在进行资产定价的过程中，市场最常使用的工具是各类估值乘数。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等指标由于计算便捷、直观，被大量分析师频繁使用。然而，这些看似独立于现金流折线模型的相对估值乘数，在基本逻辑上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经验数字。如果利用代数方法对基本的现金流模型进行公式展开，就会看清一个核心事实：每一个估值乘数的本质都是内在价值模型在特定边界条件下的财务变形。我们可以通过标准的稳定增长模型来进行数学推导。根据戈登增长模型，资产的当前价值等于下一期的预期股利除以股权资本成本与永续增长率的差额。如果我们把预期股利替换为每股收益乘以股利支付率，并将公式两边同时除以当前的每股收益，就会得到一个经由基本面参数推导出的市盈率公式。这个公式明确指出，一个理性的市盈率应当由3个核心变量决定：长期的股利支付率、投资者的风险折现率以及预期的永续增长率。这意味着，当市场给予一家企业较高或较低的估值乘数时，其背后必须有相应的基本面数据作为支撑。以一家稳定的消费品企业为例，假设该公司的股利支付率为 60%， 股权资本成本为 10%， 永续增长率为 5%。 将这些精确的数据带入推导公式中，其合理的理论市盈率应当是 12.6 倍。如果该企业当前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以25倍的市盈率进行交易，投资者不能仅凭直觉判定其昂贵，而必须审视该企业是否具备更低的风险以降低折现率，或者是否拥有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来支撑增长。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市销率。市销率在数学上可以还原为税后运营利润率在投资率和折现率的函数。如果一家公司的利润率偏低，即使其营业收入规模庞大，系统也绝不可能给予其高额的市销率溢价。相对估值法并不是内在价值法的替代品，它只是把复杂的未来现金流预测浓缩进了一个当下的财务乘数之中。看清乘数背后的现金流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免受市场情绪的误导，回归到商业资产的真实定价逻辑。将相对估值乘数还原为现金流模型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企业的财务特征会随着生命周期的演变而发生剧烈的质变。这意味着，估值模型的应用必须具备动态的视角。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参数边界，生搬硬套统一的乘数标准会导致严重的评估偏见。在企业的初创期与早成长期，业务通常伴随着极高的不确定性。这类青年企业在财务表现上往往呈现出大额的负现金流和账面亏损，此时传统的市盈率指标会因为分母为负数而完全失效。市场习惯于使用市销率来对这类高增长企业进行对焦，但这种简化处理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财务事实：高营业收入增长必须伴随着高昂的再投资。如果一家初创公司在扩张规模的过程中，其再投资效率无法提升，那么收入的增长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加速消耗企业的账面现金。更危险的偏差在于对出局概率的忽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追踪1994年到2015年间企业存活率的历史数据显示，
大约20%的新创企业会在第1年内走向关闭，而接近50%的企业在进入第5年之前就会退出市场。如果在对初创企业进行定价时，不将这种极高的出局概率作为权重去修正远期的现金流预测，那么得出的内在价值就会包含巨大的泡沫。相反，当企业走向生命周期的末端，进入衰退期或面临财务困境时，估值的逻辑需要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对于这类企业，永续经营的假设不再适用，我们无法再为其计算长期的永续终值。此时，资产的定价必须切换为清算价值模型。假设一家陷入债务危机的零售企业，其账面资产总额为5亿美元，但如果通过法庭进入资产清算程序，其库存和固定资产在变现时的清算价值可能只有2亿美元。在扣除4亿美元的优先债务后，股权投资者的实际可回收价值将直接归零。认清生命周期的阶段，就是为了给估值参数框定合理的现实边界，防止在青年期过度乐观，在衰退期误判底线。在应用相对估值法时，最常见的做法是寻找同行业的可比公司，并取其乘数的平均值作为定价标准。这种操作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财务漏洞，因为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即使2家公司生产同样的产品，面对同样的客户，由于其底层的资本结构和风险溢价存在非对称性，它们在数学上也是完全不可比的。造成这种不对称性的最核心因素是企业对财务杠杆的运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微观企业案例来剖析这种结构性差异。假设在同一个消费电子行业里，有 A 公司和 B 公司这2家同行竞争者，他们当期产生的税前运营收益同样都是1亿美元。在业务运营层面，2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行业风险完全一致，但是 A 公司的资本结构非常保守，其中不包含任何银行贷款或公司债券，属于完全由股权资金驱动的无杠杆企业。而 B 公司则采用了激进的财务战略，其负债额高达4亿美元，且需要支付 5% 的固定借款利率。这意味着 B 公司每年1亿美元的运营收益中，有2000万美元必须作为固定的利息支出先行支付给债权人，只剩下8000万美元属于股权所有者。这种资本结构的差异直接打破了乘数的可比性。由于 B 公司背负了巨额的固定利息开支，当行业景气度下滑，运营收益下降 50% 时， A 公司的税前收益只会对等下降 50%， 而 B 公司的税前利润在扣除2000万美元固定利息后，会剧烈暴跌 62.5%。 这种由于负债带来的风险杠杆放大效应，使得 B 公司的股权风险远高于 A 公司。在资产定价模型中，这意味着 B 公司拥有更高的杠杆贝塔系数，投资者必须调高其折现率以作为风险补偿。由于折现率位于分母端，即使2家公司的业务完全相同，风险更高的 B 公司也应当对应一个更低的市盈率。如果分析师无视2家企业负债率的不同，盲目套用行业平均市盈率，就会给负债累累的 B 公司报出过高的错误价格。相对估值的核心不在于寻找表面相似的公司，而在于通过严密的财务调整，将资本结构与风险溢价的不对称性还原清楚。在掌握了现金流锚点与生命周期的参数边界之后，我们需要厘清投资市场中最核心的一组概念：定价与估值。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估值的过程是基于企业未来的自由现金流、内生增长率和资本成本，推导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在价值。而定价的过程则是在公开的交易市场中，由买卖双方的资金博弈、流动性需求、信息差以及群体情绪共同决定的。这2种机制的运行逻辑截然不同，导致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内在价值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分离状态。
以1999年到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为例，在那个时期，许多刚刚成立的科技公司，其营业收入微乎其微，甚至处于严重的现金流消耗状态。如果严格按照现金流折现模型进行测算，这些企业的内在价值非常低，甚至为负数。但在当时的二级市场上，由于投资者对互联网概念的狂热追捧，资金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严重倾斜。这些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公司，其股票价格被推高到了天文数字。相反的情况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信贷市场的突然冻结和全市场的流动性枯竭，许多拥有稳健资产负债表、每年持续产生大量自由现金流的成熟企业，其股票价格同样遭遇了腰斩。在这个阶段，恐慌的投资者为了获取现金而不计成本的抛售，导致股票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真实内在价值。这种价格与价值的分离是复杂金融市场运行的常态，也是理性投资者获取超额回报的唯一前提。如果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价格每1秒钟都精准对应着价值，那么所有的基本面分析和估值模型都将失去意义。正是因为市场参与者在短期内会受到贪婪与恐惧的驱使，依据短期动能去给资产定价，才会在时间轴上留下价格显著偏离价值的错位窗口。看清这种分离的本质，意味着投资者在面对短期的价格暴跌时，不需要盲目恐慌；在面对价格的非理性飙升时，也不会因为错失恐惧而盲目追高。在利用价格与价值的错位进行投资之前，必须建立一套严苛的审视纪律。因为在现实的金融行业中，估值从来不是一项纯粹的科学实验。每一个打开电子表格的分析师，其大脑中都已经带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机构立场的利益诉求。这种偏见在华尔街的卖方研究报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投资银行的卖方分析师，其所在的机构通常还承担着企业首次公开募股、并购重组等能够产生巨额费用的投行业务。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使得他们面临着产出乐观报告的天然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科技股泡沫时期，华尔街投行的卖方研究报告中，卖出评级的比例一度低于 5%， 而买入和强烈买入的比例占据了明显主导地位。这种乐观偏见通常不会表现为赤裸裸的数据造假，而是隐蔽地潜伏在估值模型的底层参数中。我们可以审视一个具体的数学敏感度测试。假设一家公司的预期永续增长率为 3%， 分析师原本设定的资本成本为 9%。 在计算中值时，分母是资本成本减去永续增长率，也就是 6%。 此时，如果分析师为了配合投行部门促成交易，人为地将资本成本微调降低到 8%， 同时将永续增长率微调升高到 4%。 在表面上看，这两个参数只变动了 1%， 但此时公式的分母变成了 4%。 仅仅是这 1% 的主观偏见，就会导致计算出的中值瞬间飙升 50%。 因此，独立的投资者在阅读任何估值报告时，不能只看报告封面上给出的目标价格，而是必须直接进入模型的底层，提取那些核心假设。你需要核对报告中假设的资本回报率是否符合该行业的历史常识，折现率是否充分反映了当前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只有强行剥离掉模型中隐藏的主观叙事偏见，清洗出基于客观财务事实的数据结构，你才能得到一个没有被利益污染的价值标尺。即使我们排除了所有的主观偏见，建立了一个基于客观事实的现金流模型，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未来的商业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无论是宏观经济的通胀冲击，还是行业内部的技术更迭，都会导致我们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出现误差。为了应对这种不可避免的预测滑坡，
估值的最后一步是在交易决策中引入安全边际。安全边际的逻辑非常直接，如果经过严密的模型测算，一家企业的内在价值是每股50美元，理性的投资者不应该在48美元的价格买入，因为2美元的差价不足以吸收由于预测失误带来的系统误差。投资者需要耐心等待价格跌入30美元甚至更低的区间。这种大幅度的折扣不仅对冲了参数设置中潜在的乐观偏差，还在价格与价值之间构建了一道宽阔的防御缓冲带。当我们在拥有足够安全边际的价格买入优质资产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时间作为跨越周期的武器，等待市场价格向内在价值收敛。这种收敛的动力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信仰，而是由真实的商业规则强制推动的。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长期被低估，而企业本身却在持续不断地产生真实的自由现金流，这些多出来的现金最终只有几个去处：管理层可以选择向股东发放高额股息，或者在二级市场上大量回购自身被低估的股票，从而提高剩余股份的含金量。如果管理层不作为，那些手握巨资的私募股权基金就会发起恶意收购，直接将公司私有化。无论是股息、回购还是收购，真实的现金流都会产生强大的引力，强行将低迷的市场价格向上拉升，直至与内在价值相匹配。相反，如果一家持续烧钱、缺乏自由现金流支撑的公司被市场炒作到了高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维持运营，它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新的股权融资或债务发行。融资过程中的财务审查和股本稀释会像针尖一样刺破高估值的泡沫，迫使价格回归现实。在这个依靠现金维持运转的商业机器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只能是短期的错位。长期来看，那些实实在在落入银行账户的现金才是裁决一切资产价格的最终力量。投资估价是一本穿透市场噪音的资产定价指南。Aswath Damodaran 向我们证明，在充满情绪与博弈的金融世界里，任何资产的真实价值都无法脱离自由现金流、内生增长率与资本成本的基本约束。相对估值乘数不是盲目攀比的捷径，而是基本面参数的镜像。高估值的幻觉终将面临企业生命周期与宏观经济天花板的严格检验。作为理性的投资者，我们需要建立严苛的审视纪律，剥离模型中的主观偏见与利益诉求。在价格与价值发生错位时，利用安全边际建立防御，并耐心等待商业常识和真实的现金流，强行将市场价格拉回内在价值的轨道。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的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